解答一下疑问，这个并不是蟑螂啊，是我买回来喂鸟的蟋蟀，由于操作不当，所以跑出来了一部分。有事没事儿，它们就会出来逛街，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就会跑很多出来，有时候还要唱歌呀。好了，看看这个小伙子。昨天晚上开始，发现他这个状态好像又不是很好了，背部这个疤好像出现了一些感染。喂完奶以后再带去输输液了。还有这个保温灯没开的啊，很多人说怕它烫到小狗，这个没开啊，一点温度都没有的。中间这个是照明用的，也是没有温度的，唯一开的就是这个蓝色的风暖的，烫不到狗啊。之所以一直把它放保温箱里，是因为它这个体温有点低啊，随时摸它都有点冰凉的感觉。我想可能放保温箱里它会好过一些吧。胃口也不是很好，每次就只能吃个20毫升左右，可能是时常难受的。哎，难搞哦，好像这个背没有好的迹象，也不叫了，不知道是不是叫了那么多天嗓子发炎了，叫不出来了。但是关起粪便还是不错哟。好了，走吧，带他到医院里去，看看医生怎么说吧。反正我感觉他吧，蔫了吧唧的，不是很活跃。好。到了，我们又来看病了。把他这个奶粉和吃的给他带上，这输液得输好几个小时哦。看吧，真的医院啊，这个我可没那个能力造假了吧？哇，再跟那小狗输下液。输下液是不？啊，我看他状态不是很好，然后他那个背上不晓得是感染了吗，还是啥子有点子味道。你把绳绳吹得干来了啊？因为那些地方有化脓了是不？你看嘛，这种，他感觉就是有点化脓了噻，你看。你旁边这里都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破皮那种感觉的。然后我发现他状态不是很好。李老师，他那个情况我感觉不是很好。吃东西正常吗？吃东西跟排便都还好。吃东西都是用针管来喂嘛，然后你挤在嘴巴头它就吞嘛。不会自主的吃。哎，不会自主的吃。对，就是这个地方。现在你还有觉得哪些异常的地方吗？他现在就是主要是他的皮肤有点臭，我感觉。这个皮肤有可能要坏死了。哦现在还看到过蛆泡出来没没有？有了哈。来的第二天就那天过了之后就没蛆了。这个皮肤已经坏死了，等它慢慢子脱落，慢慢子长，现在只有这样。那极有可能就是可能连毛都没得，因为那皮肤坏死了，毛都掉了。毛没得，不管是谁，有衣服嘛，嘎，咱买件衣服穿就是2天。哦，2天肯定。啊，就是现在主要就是保命嘛，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到底吃了好多？30毫升左右。我跟他喂是，我跟他喂是20左右，反正吃奶的声音都变小了。吃奶的欲望不是很强烈。有点多输一天嘛，不容易来适应。他就连续输了2天。啊，连续输2天。他现在就是这个皮肤上面，它会，比如说你用这个包着啦，哈，这样子包着，它会有那种血水类似的流在那个尿垫上面。感染。我感觉是感染了，你看。是肯定感染噻。我也先给这个体温。那你给他测下体温看看。你输2天也不行，后头你没来呀。我也晓得你们是捡的狗献爱心嘛，这费用多了，我也考虑这些，所以说就没主动联系你们。不管是我弄哪来医，我看他状态好点了，我感觉他把他安好活的感觉。吃输了，效果好点了。啊，我跟你说，你不要看皮肤，但对于人来说还是多重要的。如果说举个例子哈，人整个背像狗狗那皮肤出现那种情况，它会危及生命的，你来得不该收嘛。皮肤它是个天然的保护屏障，所以说像这种，即使它内部没有任何问题，仅仅是皮肤这个情况，都有可能危及生命。就是要塞到。它那个新陈代谢啊、排泄物啊这些，它那个皮肤起多大的作用，你来不该收嘛。皮肤你不要把它小瞧了，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还是。当然就是说身上的面积越小，还对它来说无所谓，但就是对它来说的比例
可能占整个皮肤的1/3啊，至少有1/3哈，有可能不止。那它的体积比例的计算，我看会儿题目先。他这个屙屎屙尿还是比较正常，比较正常。是条形的。我感染的问题。哎呀，这叫不出来了都。叫不出来了。他昨天简单他喉咙会不会有点发炎那种？有发炎了，已经发炎了，我马上看不起我嘛。啊，你现在需要的可能还是继续水，输液嘛，干消炎嘛，反正。就是感觉是。输的液里面的液体里面有消炎的效果。他可不可以用抗生素呀？可以啊，肯定要用啊。还有抗厌氧菌的这些。对。他现在吃的少一点，然后排大小便是完全正常的，然后现在就是吃不到好多，还有就是他这个皮肤的问题。这个找不到血管呀，2个角都找了，好像还是找不到，还是同样的房间，等着医生来给他输液。血管没找到，说是要输这个皮下，再给他连续输几天吧，每天我都带他来。这个不住院，好像是这个医院晚上9点半关门以后就没人了，所以我就每天带他来输液吧。然后照顾的话，咱们就把他带回家自己照顾。眨眼1-2个小时就过去了，还有这一丢丢，输完了咱们就可以走了。这小子好像在里面睡着了，这旁边又来了个新邻居，看到我还疯狂打招呼嘞，他该不会是以为我要把他放出来吧？输完回家，1下午就这么过去了。这次是输的皮下，医生说吸收可能会慢一点，也是刚刚到家给他喂了奶，吃了30毫升左右，吃得饱饱的，准备让他休息了。哦，对了，这个宠物医院的还推荐我给他买了这个很贵的奶粉，还有这个什么乳膏这玩意儿，还买了一些清理伤口的。我也是碰到第一次这么棘手的呀，确实没什么经验，只能咨询医生，医生说怎么弄就怎么弄，然后这几天都要带他过去输液。就这样吧，把他放回去睡了。点个关注啊！现在是晚上1点24，咱们救的这个全身长满蛆的小狗好像不行了呀，朋友们，一晚上了，就这样倒着，自己也爬不起来，给它喂它也吃不了多少，受这么重的伤，吃也吃不下，营养跟不上啊，它这个身体好像越来越虚弱了，感觉还有脱水的这个症状了，体温一直都很低啊，不发烧，给它喂了几次葡萄糖，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比先前好了一些，不过也难顶啊，看它这个舌头牙龈发白，已经严重低血糖了，唉，再给它喂点。有个医生小姐姐建议我的，葡萄糖兑点温水，然后给它弄了几颗盐进去，这样喝了恢复的快一些。而且咱们也连线看过了，给的答案是可能就这2天了，熬不过去啊。其实给它输液，输的能量很少，这个我都问过医生了，主要是输的这个消炎抗菌的。医生说这种小狗最好还是让它自己多吃，吃得下才恢复得快呀。可惜它就是吃不下。看吧，唉，喝点水都倒下了。来，小贼，咱们至少把这一管喝完嘛，对吧？它这个受伤面积太大了，而且从外部来看其实还好，但是不知道它皮下有没有灌脓。这么小的狗吧，给它做手术也不现实，怕是做手术手术台都下不来呀。再喝点嘛，多喝水，多撒尿，把身体毒素排了，咱们就好了，知道不？擦擦。刚说完，他就拉了好大一泡尿，很黄，这个就是脱水的症状。怎么了？还要拉呀？趴着睡会儿。这个皮肤我都没用手去摸，摸的都是两边好的地方。再给他喷点药，这个伤口每天其实我都有给他清理啊，但是不见好转。明天给他买一个大家推荐我买的那个什么康复新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买来给他用用，看会不会好得快一点。这个喷的是医生给的，感觉效果不是很好的样子。现在是1点52，又来看小狗，
好像恢复了一些啊。看到我，它还爬起来了，刚刚在这儿趴着嘞，要用这个头来蹭我。呀，你拉粑粑了，拉了一颗，跟玉米一样。这种样子的应该算健康还是不健康嘞？会不会太硬了呀？小狗之所以没住院，是因为咱们这边的医院啊，它不是24小时营业的，晚上9点半下班以后，医院里就没人了，所以说就没有人照顾。咱们就是每天带它去输液，输完以后带回家自己照顾。但是今天带它去输，没找到血管，就输到皮下，好像效果不是很好啊。晚上回家精神状态也不好。你在吃什么哟？饿了？可能是有点饿了，还是怎么的？还要舔我的手啊！给它弄点吃的。张嘴嘛，嘴巴闭那么紧干嘛嘞？乖，张嘴啊！吃了才好呀，小贼。咱都走到这一步了，咬咬牙就过去了呀。乖，张嘴。嘿，吃。这个也是医院里买的流质的罐头，给它喂一点。然后还给他买了这个什么乳铁蛋白呀，这些明天才能到啊，到了就给他安排上。吃一半吐一半，不过还好，多多少少也吃了一些进去，嘴巴里好像还剩了一些，他往外推，推了又往里舔，又给他喂了一些水，喂完他就躺下了，应该是真的没什么精神啊。难哦。让他休息一会儿吧，咱们等会儿再来看他。现在是3点04分，过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又来看看他。这家伙怎么爬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哦，他拉屎拉尿了。这小小的身影，孤孤单单的在这靠着，好像恢复了一些啊，还在这蹲着了。再给他来点奶，其实他每次吃的也不多，所以咱们这个喂食频率就要多给他喂。先前给他吃的那个罐头，他只吃了一点点，然后每次吃奶的话，其实他只能吃个10几20毫升左右，还是我强行给他灌的，他不想吃呀。来，再吃点，一针管才5毫升，他吃了1管他就不想吃了。怎么的也得吃个10毫升嘛。这管吃了，咱们就不吃了，好吧？呀，这像要喂他毒药一样。过来，过来，过来！哎，吃呀，多吃才好呀。他要往后退，不想吃。这点吃了就不吃了。乖，这小子，强行给他喂了10毫升，看这表情，鸭子跟吃了屎一样难受。擦一下。好了好了，我在呢，没事了，不怕。你们看他这个脚，就是没找到血管。好像都已经这个什么有点肿了，因为他吃的少，有点贫血，所以说这个血管是一点都不好找。还有一个就是狗狗太小了，受伤面积又大，所以非常危险啊。他这个伤就跟人一样，整个背都伤了，真的是想要救活有点困难哦。现在基本上叫也叫不出来了，我估计啊，可能是有点发炎了，或者说已经没力气叫了。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我也该去睡觉了，这都快要4点了。熬了一晚上，终于等到天亮了。昨天晚上差一点这个小狗就没了，我守了它差不多1晚上，去睡的时候都4点多5点钟了。
睡了2、3个小时，又起来给它清理伤口，然后准备给它上药，给它喂喂奶、喂喂水，然后把它放回去，还得再去睡会儿。下午再带它过去输液，看它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今天早上起来又给它清理了一些粪便，这个粑粑都是一颗一颗的，像羊拉的一样，也不知道正不正常。反正我感觉吧，它这个就比昨天晚上稍微好了一点点。受伤太重了，这个身上还有这个腐臭味儿，每次靠近它都能闻到。忍一下啊，没事儿没事儿，很快就好了。哎，尾巴拿出来，尾巴下面还有，这个也不好弄啊。它把尾巴给收起来了，从这下面给它擦擦。转眼吃过午饭，准备带它出门了，发现它好像还有点呕吐。呀，之所以下午带它去，我是上午真的没时间啊，家里还有一堆鸟要照顾，然后再加上我昨天晚上也没怎么睡，精神状态真的不好。看吧，嘴边还有一些刚吐的奶，我给它擦掉了。走吧走吧，再带过去输输液。跟医生说有点呕吐，给他查了一个细小，好像是没有啊，但是医生也有说这个细小有潜伏期，可能现在还查不出来。现在已经给他输上液了，今天好像输的多一点，这一管给他输的好像是能量，血管也是给他找了好久，才在大腿内侧给他找到了，上了一颗留置针，这下就可以直接输血管里去了。在这儿守着他，偶尔还要给他喂喂水啊这些。这家伙基本上输液就是输一下午，今天多一点，估计还要输得久一点。这个洞都快被他住成专属包间了，每次过来都是住在这儿，希望能给他带来好运吧。转眼几个小时过去了，还剩下一点点，马上输完咱们就准备回家喽。在里面关了一下午，看这样子他好像还有点懵哦。2点多就来了，现在都已经6点多了，还好这2天天气不是很热呀，应该对他这个恢复还是有一些帮助。回家了，给他买的乳铁蛋白到了，刚刚对着奶粉给他喂了一些，希望吃了赶紧好起来吧。后腿这儿还给他留了颗针，明天咱们还要过去。看这个状态也没什么变化，不好不坏的，关键的就是这2天了，只要多活1天，对他这个恢复都多一份希望呀。唉，跟穿了一个盔甲一样，加油啊，小贼！没精神，这小伙子。这个先前给他喂的奶，还有一些从鼻子里冒出来了，这个状态越来越差了呀。输了几天液，一点效果都没有。今天打算给他换家医院去看一看。很多人都问是不是耳朵里有虫，没有啊。其实他这个耳朵我经常都给他检查过，没有的。这边也是，看起来都还不错，比较干净的。他就是不舒服，你们看嘛，这么大面积的创伤，个人身上都得去半条命，别说这么小的狗了。从昨天回家，他就一直趴着睡觉，连睁眼瞧我的劲儿他都没有。喂食基本上都是灌的，和前几天一样，不过精神状态就差很远了。给他喂点这个，现在就是极度的营养不良，吃也吃不下呀。其实只要他能吃的话，可能恢复起来还快一点。这玩意儿一旦不愿意吃了，就比较危险了。来，嘴巴打开，小贼，搞一点，吃了也是对你好呀。
他这个牙龈和舌头全都发白了。我给他喂其实也喂得蛮勤的，就是不见效果，所以还是要带他去医院看哦。今天给他换一家，带到咱们这个市区的医院去看看。这小县城的确实好像不是很太行的样子，一共就那么一点，吐都吐了1/3，根本就不想吃。让他休息一会儿，咱们也准备一下出发了。联系了一家医院，说带过去给他做个血常规检查检查。我也觉得这样盲目的输液好像不行啊，希望还不算晚吧，看能不能救一下他的狗命。靠左环线，成都方向。本来我还说带他晒晒太阳来着，结果今天这个天气还在下雨，稍微还有点冷哦。又来医院喽，等着医生来给他看病。这把他抱出来，他还醒了。没有他这但是老了吃。那没啥，然后我现在他的状态，我觉得正帮他。血啊你费的费用是50，验证人数100，血气比是100。要的，你赶紧弄嘛。啊，啥子着手啊，该咋子检查就咋子检查，然后检查了该咋子弄就咋子弄，搞。好。他单位他是没有给我做过检查的，然后我带起去那天，他就是只是把这个身上的蛆给他清理了，然后给他泡了个药浴。你是给他当时剪到的嘛？剪到的。然后就一直输液嘛，输，我还输了几天，他这个状态越来越不好了。舌面也有溃疡了吗？上面有溃疡，他就是，看到没？对嘞。反正他就是胃口不行嘛，吃也吃不下，然后就导致他一直营养不良嘛。本来他在竹林里都饿了几天了。他说啥子给他泡的澡啊？药浴。他说他给他泡的药浴，我不晓得。他就把毛推了，跟他泡。然后这几天他是开的那个塞元丹来喷的，然后他给我们了一些药粉来给我们。然后这样呢，我们在屋头跟他有点局部的有一些地方。这个脚都水，这个都肿了的嘛。他是不是可能有点太紧了。输了这个腿的，因为他血管很细，找都找不到，所以说他就喊我们先不要取，因为你好吧有。你看嘛，这脚都肿起来，你自己摸都摸得到。绷得它有点紧，哎，这个更大，这个更小。他重新弄嘛。我也不懂得嘛，人家医生咋子弄就咋子弄嘎。哦，那是溃疡哦，你看嘛。那也不给我看，他每天就喊我带起去输液，我又懂不起，我就以为这个输液那就好些嘎。左右都举过的，哎，后腿那静脉都举过的，静都给去。哎，他静脉打过，皮下也打过了。先量个体温看，现在刚才没给他量体温嘎。量了的。36嘛，好多。反正他体温一直都低嘛，在家里面我都用保温箱给他保起的。他扎过那个颈静脉，然后他也流噻，他就落出来了，他就那个公狗嘛。公的。他要换那个腿长给他看。小公狗。银色、红色、绿色。血管它太小了，血管很细，点儿都搞着。这种应该就是人家农村生出来的那种嘎。就是在农村建的嘛。像就是我那个土狗儿生产的嘛。啊。生出来。其实还有一条死了，还有一条。捡到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那只床面反而没得这大。那只活起码可能还好救点。抽血做检查，同样的腿上抽不出来，又只能抽这个脖子上了。一起等吧，看结果怎么样。包这些很低，只有1.82，然后这些血红蛋白很低，红细胞压积只有10.7，严重的贫血，这个需要加查看他有没有巴贝氏虫的感染，就是野外蜱虫叮咬之后的话，有可能会引起巴贝氏虫的感染，要不然就是对某种啥子东西中毒啊。就还要查一下说意思。还要检查。查嘛。还要查个血啊？抽血之后做 PCR， 就像人机查这个新冠一样的，是检查的核酸。核酸嘛。哎，可红了。
不是的，用了全血的检查。查嘛，还有查在抽血查嘛。用了抽个回的都可以。一系列单子都有问题啊，这个严重发炎还是怎么了？103了，然后还贫血，呀，这乱七八糟的多的一批，又给他抽血去做了那个什么虫咬的那个，好像医生说要输全血啊，就是不管结果如何都要给他输，救不救你们说？哎，算了，这玩意儿不救怎么办呢？于心不忍啊！又住进新的保温箱了，看这次会不会给他带来好运哦？排出血的话，应该都要看培训那个狗捐愿意捐好多。你能不能帮我们发吗？我们都是帮你发朋友圈儿，然后到时候别个如果他愿意先修好，可能别个给他买一点罐头啊之类的。我们会是给那个营养粉嘛？哎，对，但是要看有没得人愿意的或者对，我们没得卖血这个。哦，有去了可以帮我们找电话号。我只能帮你寻找，但是不能包有血，不是自贡，不像成都病例量没那么大。成都那有专门的献血圈的血库，那种一袋血，比如说他卖1000块钱。自哦，贡没得那种。那找不到献血的狗，那这就没办法的了哟。如果找不到献血狗就很危险，那个就只能生物制剂，就是生命源，那是牛的血红蛋白。就给它输进去嘛。对，幸好你这个体型不是特别大，要不到很多血。如果找不到献全血的狗，那就只有这个牛的血红蛋白，就是做的生物制剂，那一瓶大概大的就是20毫升左右的，那个就贵，可能的，一瓶的话60块钱。咱现在的是做 PCR， 你说的是24，然后做那个什么 PCR 等太久了，3个小时才能拿结果，而且我还很远，所以给他办理了住院，还要看有没有狗狗愿意献血，没的话就只能搞那个什么牛的血红还是什么，现在都已经很恼火了呀。小 Z， 小 Z， 我要走了哟，实在是没有精力管我呀，想看他一眼，他也回不过头来。算了，让他在这儿待着吧。该做的也做了，病危通知书也签了，接下来就看他造化了。我是真的尽力了呀。昨天给小狗交完费以后，那个 PCR 等得太久了，我就走了。然后不是说要给他找小狗献血吗？我回家没多久，这个医生就发消息过来了，说是朋友圈发出去，有一条边牧愿意过来献血啊，当场就抽血配了血型，很庆幸一下就给配上了。后来晚一点视频发过来，已经给他输上了。解释一下为什么没让来福去啊？因为来福太小了，他这个献血一次要抽100毫升，所以必须得找那种大狗型。来福的话不满足要求啊。后面一点他又把这个检查结果发给我了，是阴性的，并没有感染啊，不排除双甲醚中毒，就是之前咱们给他泡的那个药浴用的那个药就叫双甲醚，不知道上一个医院用的分量怎么样，反正他闻着他身上都是这个味道。然后医生说狗狗太小了，得等它稍微好一点咱们才能给它检查。这个是今天早上发过来的在吃东西的视频，看起来好像确实有一些食欲了，还知道自己舔了哟。然后咱们再来看看昨天和今天的嘴巴对比，很明显的有血色了，然后这个溃疡也好了一些。家里也是忙得差不多了，我准备去看小狗，这个想要跟着我跑呀。你们发现没有，许久不见来福，他好像还化了个妆哦。这家伙自己长了2撇眉毛出来。你不能去。小狗在这躺着的，现在在输液，10桶。它那个皮肤还有没有办法就是重新的嘛，换一个洗澡的那种买。
你只有等到先慢慢整一层痂，就涂这种皮肤帮助愈合的药，我都没给他上，比如说啥子驱啥子蛆啊那些的药，只是帮助他皮肤这个痂，哎，对，来点好的药。小贝，我来看你喽。这个状态看起来还是堪忧啊。这个圈之所以给他带着，是医生说他好像要去咬这个输液管，我还以为他挺精神的，这怎么看到我来了也没精神嘞？这也背得上。哎，加油啊，兄弟！你闻闻，是不是我的味道嘛？我来看你了呀，看我一眼嘛。这一下变这么高冷了，都不想理我了是吧？从我来到现在，他一动都没动，一直就趴那儿躺着哩。坐旁边陪他一会儿吧。还有那些让我在北京去救的，我麻烦你们说话先动动脑子啊！我在四川呀，知道有多远吗？然后自己家里还养了一堆小动物，觉得现实不？我当然知道还有更好的宠物医院了，对吧？但是每个人要切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嘛。他不是说就像你们在网上打几个字，他就跑北京去了。我说实话，我是真的尽力了。如果你觉得你行，你就飞过来把他接到北京去医吧。聊天期间，这个救命恩狗出现了。有一说一啊，如果真的救活了，咱们这个小土狗，它还有边牧的血统了哟。以后血脉觉醒了，它该不会要去牧羊了吧？蛮听话的。刚刚给他把输液的拔了，要准备输血了，然后稍微把套圈给他取一会儿。看起来确实比咱们昨天带过来的时候好多了，至少他还稍微可以爬起来一些了。认识我不，兄弟？哟呀，你是想舔我还是想咬我呀？状态不错嘛。还知道咬人了，看这满脚的淤青，就知道他遭了多少罪了，挨了多少扎。唉，所以看在都被扎成马蜂窝的份上了，你可要努力哦，知道没？今天确实好了很多啊，但是也没有脱离危险期，只是比昨天状态好一点，体温也是一直都低。然后后续输完血以后，还要看他这个自身的这个红细胞会不会再造。如果他自身不再造的话，可能也是很危险的。不过话说回来，看他今天好一些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开心的，是吧？很可爱。要不要跟我回家？话还没说完呢，你小子不能咬，不能舔，不能舔我，我手上有细菌。在家里面呢，每天都是排尿的吗？有啊，都有每天都排尿的。但是就是很慌嘛，就是那种脱水排尿，就是很慌我都在群里面说，我说一天得换好几个瓶子那个尿垫。又给他输上血了，把这个圈给他套住，他就不高兴了，好像趴那儿又不动了。小 Z， 我要走了哟，这个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开车回去还要1个小时左右嘞，一个来回就2个小时了。看他现在也挺平稳的，希望没什么大事儿吧。加油啊，我走了。临走前和医生交谈了很多，就是他现在这个状态吧，还是很危险的，要看他输完血以后，这个红细胞会不会再造。后续还要给他排查有没有中毒导致这个肾衰竭，因为他现在一直都不好嘛。如果真的是肾衰竭的话，可能这个小狗就很难救了哟。嘿，对，小 Z， 怎么每次我来看他都是这个什么蔫不拉几的嘞？医生小姐姐发过来的视频就不像这个样子。该起床了，2天没见，没有想我吗？今天已经是救他的11天了，
看看这背上的伤，好像比之前好了一些啊，起壳了。医生小姐姐说，她这个脚上的水肿也已经好了很多了，前2天按下去都有一个窝嘞。虽然说现在也没好多少，但是都在康复啊，食欲也大大的有所提升，不像我喂她的时候都是灌的，现在她都会主动舔了哟。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背上的干了，再往中间缩，所以它边上就有点烂了，总感觉它挺高冷的，每次都是爱答不理的。加油啊，快要好起来了。不得不说，这个医院真的很给力啊。其实我送他来的时候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了，现在明显在好转啊，脚上这些伤也开始起疤了。这个就是之前找血管给他扎的，我听医生说都有点灌脓了，不过这几天好多了已经。还有就是他已经能发出一些声音了哟，前几天都叫不出来的，估计是发炎导致的。以前都没觉得他这个脚被扎得有这么惨，现在干了以后才看到，呀子都被扎成这样了。现在给他输的是什么蛋白我也记不住啊，反正就是帮他治疗的。目前这小子都还算有的救，就是体温有一些反复，时而低时而又高一些，但是都没有达到正常的体温值啊，所以还要继续留院观察。还有就是他这个肠道可能是因为上次给他泡那个药浴的时候喝了那个水有一些受损啊，还要等他恢复。现在量体温呢，我也是救了他之后才知道，给这个狗量体温是从屁股上量的。没这个还在流脓的呢，就是在往里面送，给他擦药的。嘎擦了。对，还要给他整药膏，然后没有整到紫草膏。因为之前一下全是硬壳壳啥，那种高级的根本就渗透不进去，就水接触到边边，但是感觉到你瘪呀很多，可能没。就是严了很多吧，感觉。我是感觉它就干嗯了很多吧。对，没得那么泡起的。而且脚之前是一按一个水印儿。他嘴巴上就涂了嘛，他吃的那个吃的那个罐头，狗粮加上那个叫啥的奶粉儿，还调了点益生菌。他吃的东西。真的是遭大罪了。体温37.8，虽然说还没有到标准的体温，但是还是有所上升啊。这下就要看它还会不会又往下降，因为它总是反复。我刚刚也问了一下，如果后续没什么问题，可能4、5天就可以出院了。他背上这个伤至少要给他弄2、3个月啊，才好得起来。就是治疗几天，然后还要给他检查一下这个什么电解质混乱还是不混乱。呀，这小姐姐说的太专业了，我不是记得很住。反正就是如果没问题的话，4、5天就可以接他回家了。背上的话，咱们就接回家，慢慢的给他护理就可以了。口腔里的溃疡也差不多好了，现在这个状态是真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哟。加油啊，希望就在前方了。看这边上的这个皮嘛，飞起来了，干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啊？这个就是结疤的征兆，然后下面有这个新长出来的肉，就会扯着它稍微有一点痛。像刚开始的时候一直不见好，我估计下面都是有脓的，或者说有这个什么炎症，所以才一直不见好。现在都在开始好了。还有很多人问它是个什么品种，这一看就是个小土狗嘛，花这么多救它有没有价值？这个我怎么回答嘞？很多事儿啊，咱们觉得有价值它就有价值，对吧？每个人心中定义不一样，生命不分贵贱嘛，不能说它是条小土狗咱们救不救，说不定以后它还是个看家护院的好手嘞。每次来就坐在这儿陪它一会儿，看看它，也待不了多久，1个小时左右我就又要返程了，因为实在是有点太远了。看它好了就比较放心了，可能是知道我要走了吧，这小子又转过去睡了。我要走了哟，再去给他交点医药费，前天交的2天的，今天差不多又要补了。好了，下次再来看他了。这是今天上午发过来的视频，在给他测体温，小狗状态不是很好，头都抬不起来了，
体温测出来是35.多，然后医生小姐姐立马用吹风机给他取暖的，后面又抽血给他做了检查。这个是病危通知书，出现了 DIC 的紧急情况，电话也和医生小姐姐沟通过了，就是继续治疗的话，死亡的风险差不多有个80%。据说同意治的话，就给他溶栓还是干嘛？我也是说有希望了，咱们就再试试看。结果就在下午我开车去看他的时候，这个视频就发过来了。再度给他测体温的时候，已经测不出来了，这是在保温箱里，都直接上暖水瓶了。病情突然就恶化了，小狗已经完全倒下，没劲儿了。拜拜。我来看你了，小子。不是说不懂，是你在进行学的话就到这样说，如果比方说细小。起来看看我呀。我喜欢这点是我弄这弄的，你想咋听？它就相当于那个血管堵塞了，是不？就是血栓那种说的。对，毛细血管容易形成流散性的凝血，有一个容易有小的出血，还有可能是大的3级左右的话。那你今天体温考上？这是后头的倒是考上了35度都没得了。拜拜。他今天吃东西没嘛？你给他倒一个，我个人涂了一下，我还没吃。哎，那也能举起。他今天早上他有看到的嘛？啊，之前经常生气的呀，但他现在也是有情况的。拜拜。哎。哎。可能恼火了。所以说当时都需要长服但是恼火。他体力出现了问题，感觉。哎，就是那很多那种细小的毛细血管，发的瘦了，这是这个了。原来是水肿起的。看着又好暖的，咋子又恼火起了啊？昨天我来，我都多有信心的，我以为你要好了。年龄都一直到些。他这个喘气都已经完全分恼火了。他那个就是体温反复导致的，是不？不是体温反复导致，是因为夜那大面积都有创伤，那本来就可能会造成失温。所以说你经常原来你不得不给他弄了，今后的体温一直都很低后头不是这那有那有如果低蛋白血症也会导致失温。不是说他体温反复导致又发那这个 DIC，是我之前早上跟你说的溶解。是他自身的导致，自身的那个弥散性那个 DIC 嘛，导致他体温根本没办法维持，是这个意思。原来没有出现 DIC，是他那是大面积创出血之后，那不是有这种有可能会发 DIC，有可能，只是说有可能，但是他血型的确都是可以做的，是可以跟他说的。这个。血型排异是咋个说？因为只是跟他血型，人跟人都是特别血型，他也有可能会生。是啊。还有就你们表妹的嘛？反正算很高。是我的话，我之前看着很恼火，我觉得很幸福的。就我是我哈。他如果这种状态断了液体，可能2-3天就没得搞不了。可能今天晚上他把都恼火了。你看他出气已经是很恼火的那种了。医生都建议放弃了，走，我们不医了，我们回去了，乖乖，走，把你接回去了，不医了。我站医生觉得他的不可能，因为说我这没那么不医，然后不医了也医不医其实时间多长。不医可能走得更快，但是你医的话也没必要，因为如果他活不到的话。你看他出气。走，我们不遭罪了，走回去了，走。走，咱们不遭罪了，回家啊。就是跟人一样，有点失明了那种感觉。全身都是冰的，干了都要找这儿都。不干，找这儿干了是因为它水肿消啊。它坏死了样都找这儿。
是不是快坏死了？就是它找着病情，就是有点它有点坏死了样子。我感觉它断了液体可能都有几个小时吧就行了。把它液体了去。好了，我们不行了，不遭罪了，遭罪了，遭罪遭够了。帮我呀，帮我。哎呀，真的，它不花弄了它里面了。啊，你看嘛，没。太大影响。哎呀，好了。小子，哎，大小便失禁，这就是临走前的征兆啊。回家，咱们不治了，小子，我来接你了。知道是我来了不？已经非常虚弱了，受伤面积太大了，这么小的狗，它承受不了的。唉，昨天看样子，感觉都还好，就一直担心它这个体温反反复复的。本来以为会一天比一天好嘞，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辛苦啊，小子，咱们快要到家了。竹子，竹子，真的气了，没气了。太远了，开车都开了1个小时，好像是接到他半个小时都没有，就没了。这一身的伤，走了也好，咱们下辈子不当狗了，当狗太苦了。唉，丢它的人真不是个东西。好好睡一觉吧，这些天也没睡个好觉，一直在折腾。这个也拿去吃了吧，可能之前都没尝出是什么味道。